我和裴淑怀从青梅竹马到毕业订婚，大家都说我们天生一对。后来他跟人比赛，机车出了车祸，我不顾家人劝阻，日夜陪护。出院后，他说要退婚，理由是他爱上了别人。我哭喊闹事，最后只换来他搂着别的女人，一脸冷漠。思锦，别丢脸。最后我抹去泪水，转身嫁给喜欢我很久的富航。听说他在我结婚那天喝酒喝到胃穿孔进了医院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照顾裴淑怀第1个月，家里托人给我带话，要是再不回去，就要跟我一刀两断。照顾裴淑怀第3个月，爸爸的秘书给我送来分股权的合同，上面说把该给我的给我，以后思家就没我这个女儿。我没签字，让人重新送回去。照顾裴淑怀1年后，爸妈亲自来了，他们好像老了好几岁，妈妈眼角都长皱纹了。病房是个套间，他们坐在外面的沙发上劝我离开，只要我愿意，他们豁出老脸都会帮我退婚。但事情怎么会那么简单？现在裴淑怀生死未卜，昏迷了1年，要是我家在这时候提出退婚，舆论一定会吞没整个家族，到时候谁还愿意再次联姻？摆在明面上的不能同甘共苦，是大忌。爸妈，当初是你们告诉我，做人要从一而终，不能看眼前得失。现在裴淑怀这样，我怎么能弃他而去？爸爸气得脸色涨红，他擅自跟人去骑机车比赛，落到这个下场是他活该。更何况他这样冲动，以后怎么保护你，能对家庭负责？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遍，我有些疲惫，转身想要冷静一下，结果在门边看到了富航，毒蛇一样阴毒的眼神定在我身上。我、裴淑怀还有富航是一个圈子的，但我和裴淑怀从小就认识，富航是我们在国外留学结识，毕业后我和裴淑怀理所当然订婚，富航还专门飞回来参加。但现在裴淑怀出事昏迷，富航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他见我的眼神热烈，如同要吃人一般。后来我渐渐也发觉出味来，对他也自动远离。谁能想到他竟然能说动我父母？我和裴淑怀退婚，那跟谁结婚？他吗？不可能的。不仅仅是我对富航只有朋友之情，更多的是我不想再按照家族安排。可我拗不过家里人，我只能用裴淑怀来反抗，至少我还不想跟他分割。这1年里，我看着他依旧英俊的容貌，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，我其实爱裴淑怀，就像他爱我一样。裴淑怀性格外放，爱上一个人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。壁纸是我们第1次在国外的合照，朋友圈晒满了都是我，连订婚戒指也从来不离身。他出事后，我第一时间是大脑空白，我以为我对裴淑怀是从小就认识的亲密，但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想法，要是他真的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想退婚，我想等他醒来，然后跟他诉说我才发现的爱意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经常祈祷，在第2个春天到来时，裴淑怀醒了。当时我正在给他按摩手臂肌肉，感觉到一阵抽力，下意识抬眼，对上他那双迷茫的黑眸。思锦，熟悉的声音让我狂喜，直接跑出去喊医生，一点仪态都不讲了。医生给的也是好休息，说他现在只要好好休息，不要再经历刺激行为，接下来就跟正常人无异。我松了口气，又哭又笑。裴淑怀见我这样，手缓缓伸起来，抹去我的泪水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思锦，我还活着。天知道这1年半来，我有多少个晚上是胆战心惊。临出院前，
一个护士走过来，将花篮转交，上面写着付航的名字。我表情一愣，错过了那个护士，目光沉沉看向裴淑怀，还有意味深长的一句话：“裴先生，祝贺你出院后。”裴淑怀还是需要复健，他的腿在出事那天被压在机车下，加上1年半的昏迷，现在那条腿必须每天都要锻炼。家里也知道裴淑怀醒了，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退婚的想法，依旧认为裴淑怀的性格不适合走进婚姻，而我也是一样固执。电话每次结束都是以吵架结束。过了半个月，裴淑怀已经可以自己主动去医院。裴家因为我这1年半的默默付出，裴母主动带我进公司，开始手把手教我管理。我们裴家的女人跟你们私家不一样，我不希望你是个只会笑不会做事的花瓶，我只能默默听从。爸爸大男子主义的名声早就传遍了整个社交圈。我和裴淑怀能订婚，也是因为裴母再三要求让我读书留学，爸爸才不情不愿给我找学校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女孩子只要长成一个贤妻良母，每天照顾丈夫饮食起居就足够，私家最后的一切，他准备让侄子继承。裴母是个标准的女强人，闻言撇嘴，难怪呢。免费保姆还真是香。于是在裴淑怀非我不娶后，裴母开始替我争取权益，哪怕现在我还是进不了私家的企业，但她让我进入了裴家公司，这是难得的机会。我开始没日没夜学习，以至于好几次我去接裴淑怀都迟到了，但她从来没有怪过我，只是乖乖地坐在复健室外面的椅子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那个护士搂着她的手放在自己肩膀上，外面暖黄的夕阳从窗外透进来，洒落在两人身上。他们视线对上后，都是各自别脸。我往前走的脚僵硬地停下，大脑似乎用警告的声音大肆逼我离开，可我依旧跟生了根一样，死死盯着不远处的两个人。最后我看见裴淑怀犹豫了几秒，用手指拽过那个护士的下巴，两人凑得很近，呼吸交缠，视线都不由自主对上对方的唇瓣。裴淑怀的唇毫不犹豫附上，两人从试探到最后的缠绵，再到最后难舍难分。我还在不停发消息的手机啪嗒掉在地上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裴淑怀会背叛我。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至少也有20年打底。人生有多少20年？我自认为已经足够了解他，现在现实给了我猛猛的一拳。我想到妈妈说过，一个女人要是太厉害，失去的不只是一个男人，还有稳定的家庭。裴母不喜欢她这番言论，但架不住我爸在商界的地位。两家利益在我和裴淑怀出生前就绑死了，他哪怕对我妈妈思维不满，明面上还是要给她面子，因此私下他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改造我。现在看到这一幕，我脑中开始不断有人拉扯争吵，搅得我头痛难忍，鼻尖一酸。裴淑怀听见动静丝毫不避讳，靠着那个护士就走过来。走近了我才发现这个护士的身份，她是2年前入职的员工，叫宋念安，长着一张讨喜的娃娃脸，见人就笑，十分讨喜。当时裴母被儿子突然的车祸弄得六神无主，是他陪在他身边细心安慰，裴母便对他印象很深，当即让他来照顾裴淑怀。后来我来帮忙后，他反而成了打下手的人。可我没想到，平时低眉顺眼的人做起事来惊天动地。裴淑怀复健没2个月，他就能让他陷进去。你看到了也好。裴淑怀表情冷冷的，没有丝毫从前的爱意。既然你看见了，也明白什么意思。思锦，
我们退婚吧。宋念安乖巧地依偎在他怀里，这样的画面让我眼睛觉得刺痛。我执拗地看着眼前这个说要爱我一辈子的男人，固执不肯相信。给我一个理由。裴淑怀不耐道：不想结婚了，这还不算理由吗？不算。我的声音斩钉截铁。我照顾你1年半，现在你醒了要跟我退婚。裴淑怀，你休想。我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是不是我爸妈跟你说了什么？你不要去在意他们那些话，他们就是胡乱说的。只要我们坚持，我们肯定能挺过去。裴淑怀打断我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他的手臂揽在宋念安的肩膀上，抓住他肩膀的手紧了紧。是因为我爱上他了。我下意识往后走了2步，露出苦笑。怎么可能？宋念安在一旁小声道：对不起，司小姐，但是感情的事情就是这样突然降临，你应该也能理解的吧。我恼恨至极，想也不想就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我在跟裴淑怀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司锦。裴淑怀音量上扬，用力喊着我的名字，他眼神恶狠狠的，好像我做了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。不要动他，否则你知道后果的。我清楚裴淑怀的性子，他是那种爱你的时候恨不得把心掏给你，不爱你的时候也不管你是什么感觉，直接抽身离去。就像小时候他有一个玩具，我很喜欢，但是他说什么也不给，因为他自己也很喜欢。哪怕触动大人，他宁可扔进游泳池，或是用别的东西来转移我注意力，他也不肯给我。半年后，我去他房间玩，看到那个玩具孤零零躺在最角落，提嘴问了一句，他就毫不客气拿来送我。这件事我记得很深，以至于现在想起，只觉得心痛难耐。我就像是他玩厌了的旧玩具，喜欢的时候恨不得贴身藏着，不喜欢了就一脚踹开。好像现在宋念安成了他的新玩具。裴母得知消息赶回来时，我们已经在裴家老宅等他。宋念安没有穿着护士衣裳，反而是一件浅黄色碎花长裙，长发落下，显得温婉大方。裴母不看这个，在来的路上已经听秘书汇报过了，因此一进来一句话没有，直接抓起宋念安就是左右开弓。要不是裴淑怀立刻反应过来去拦，宋念安怕是一张脸都要肿成猪头了。裴淑怀，从你成年那天开始，我跟你说过什么？裴母呼吸急促，显然是生了大气。裴淑怀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低眉顺眼回答：学会从一而终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裴淑怀呼吸有短暂的急促，他抬眸看向裴母。我在争取跟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。我怔怔地望着他，脑中只剩下他那句话：真正的喜欢。那么他对我的感情算什么？我们这20几年算什么？只是错觉吗？我猛地站起来，自觉失态，只能无奈一笑。抱歉，这是家事，我就不掺和了。脚步轻抬，我正要往外走，就听见宋念安冲我说：司小姐，对不起。他的话轻飘飘的，好像河边春日的杨柳，漫天的白色花絮堵在喉咙口，我连张嘴都困难的要命，只能用手死死攥着包包带子，尽可能保持表情平淡。宋念安见我沉默，以为我不愿意撕破脸，眼里逐渐有得意浮现。我原本不想掺和你和淑怀的事，但他说跟你只是兄妹之情，所以司小姐，请您认清这个现实。我看向裴淑怀，他只是望着地面，似乎是默认了这个事实。我笑起来，眼泪都流下来了。裴母来抓着我的手，好像是来安慰我，但被我轻轻扶开。阿姨，明天我会交接工作。谁知裴淑怀别扭叫住我：你不用这样，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我冷笑，既然要退婚，还是要切个干净。
要不然，我看向宋怀安，我不太想介入这种复杂的关系里。宋念安见状，理直气壮挽上裴淑怀的手臂，丝毫不畏惧我的目光。司小姐想多了，我有淑怀就够了。裴淑怀躲避着我打量的神色，却毫不犹豫握上宋念安的手。我想，他已经做出选择了。坐上回家的车，我掏出手机打电话给付航。你之前问我要不要结婚，请问现在还算数吗？裴家和司家退婚的新闻上了热搜，排名其后的是司家和傅家的联姻，大家都在议论纷纷。直到裴淑怀在自己社交账号上发了一句话：“他很好，是我陪配不上”，直接冲上热搜。裴家的曝光率直线上升。付航拿着手机看完，还冲我抱怨：“明明是我们喜结连理，怎么风光全给了他？”我将盘中的牛排切好，一口一口吃着，闻言只是轻笑一声：“怎么了？这也嫉妒？外面是晴好的天气，哪怕隔着大块玻璃，都能隐约闻到青草香气，是个十分惬意的地方。”付航眼珠一转，主动附上我的手腕，语气轻快：“哪能啊，我娶了你，比任何热搜都值得。”我笑了笑，忽略他干燥大手带来的战栗。我想我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。付航对我真的很好。消息公布后，他开始主动帮我挑选婚纱，酒店选址也顺着爸妈的意思来，他们想要什么样就什么样，一点脾气都没有。因此备婚半年以来，爸妈对他影响很好，他们说这样的男人才适合走进婚姻。我知道他们还是在怨裴淑怀在订婚后跟人打赌机车比赛的行为，只能沉默不语。在长辈眼里，这样的行为危险又毫无意义，除了加高肾上腺素分泌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等到拍结婚照时，付航按照摄影师的话，将手搂过我的腰。那一瞬间，我浑身都僵硬了。他就站在我旁边，不足2个拳头，自然也意识到，但付航没有生气，只是往旁边站了站，扶腰的动作也从触碰变成虚扶，很好的蜷了我的颜面。我低声向他道谢，付瑶只是苦笑，希望这样的情况只是现在。他知道我和裴淑怀之间的纠葛，就算现在要结婚，他也没有露出半分不满，反而给足了我时间去将他忘记。一次约会后，他站在我面前，车灯和路灯点亮他眼眸底下的安慰。我坦诚说，我介意你和裴淑怀的点点滴滴，但我知道你愿意跟我结婚，并不是一时冲动。或许我也有机会能跟你相守一辈子。付航的眼底逐渐有了紧张。你会给我这个机会，对吗？不知道是不是黑夜的浸染，我下意识点了点头。他这才走向后备箱，从里面拿出一束玫瑰，然后在我面前单膝下跪，掏出戒指，诚恳而真诚地问我：“思锦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此时离我们婚礼仪式距离不到1周时间。付航不希望我在这段婚姻里受到委屈，但又怕在前面求婚会影响我的判断。毕竟一个女人在面对下跪的男人面前，脑子里会忍不住浮现最想看到人的模样。而备婚这1年是他给我的准备时间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他就把婚礼取消，让我重新思考。如果我同意，就证明我想清楚了，他在求婚就不会让我陷入两难。我感激他想得全面。接过戒指后，在他侧脸落下一个吻。谢谢，这句道谢是真心的。那个晚上之后，我们的感情突飞猛进，至少到了结婚那天，我没有再像拍婚纱照一样那么抗拒他，挽着他的手臂走在鲜花铺地的红毯上。这一刻，我竟然没有想到裴淑怀，哪怕他就坐在台下，眼神失魂落魄，
但我并没有将视线投射在他身上，只是静静注视着眼前给我戴上戒指的男人。真好，傅航感慨了一声。我问他什么好，他眨眨眼。至少，我现在已经进入了你的世界里。我失笑，主动吻了上去，然后就是司仪补救的声音。现在，新娘可以亲吻新郎了。铺天盖地的掌声在我们耳边响起。我轻声对着傅航保证，我会当着好妻子，不管富贵还是贫穷，也会试着去爱你。忘记裴淑怀这件事并不难，尤其身边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在努力。婚后，我们去我一直想去的海岛度蜜月，每天和傅航在沙滩上走走停停，或者在酒店泳池游泳，日子过得也很舒服安静。没想到，在我们离开前一晚，在酒店餐厅遇到了宋念安，傅航还在电话会议，我就找了个位置等他。宋念安直接在我面前坐下，手指上的钻戒很是耀眼夺目，显然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要结婚了。我不想闹得难看，就先搭腔。宋念安似乎等着我问这句话，只是挑眉一笑：是啊，多亏司小姐让我照顾淑怀，要不然我哪里会有这样的破天富贵。我挑了挑眉，戳破他的话：你之前不是说只要裴淑怀这个人吗？怎么现在要富贵了？裴淑怀代表的就是富贵，我嫁给他不就是嫁给富贵吗？我赞同的点头，扭脸看向酒店外的海景。宋念安又问我，司小姐是不是在想，我是麻雀变凤凰，在怨我是我的介入将你未婚夫抢走？但其实不是的，是淑怀说喜欢我，是他对我一见钟情，我阻挡不了他的热情。宋念安脸上带着羞意，故意将戴钻戒的手放在脸边。我对他这样的小心思嗤之以鼻。照你这么说，要是有人喜欢，就也要必须喜欢他喽。宋念安的笑淡下来，警惕看着我。那怎么我喜欢你，你不嫁给我呢？司小姐。宋念安站起来，脸被气得涨红。我耸肩笑笑，开个玩笑。宋小姐怎么这么容易生气？她用手指着我，眼神带着恨意。这时裴淑怀端着2杯酒走过来，见到我在这也是一愣。好久不见，他干巴巴地问候我。我还没来得及表情管理，宋念安一把扑过去。怀安，司小姐好像还没有原谅我们。我刚才邀请她来我们婚礼，她还骂我是狐狸精，泪珠滚滚而下，看上去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我已经做好她要发作的准备，谁知裴淑怀只是淡淡道：以后没事不要出现在她面前。宋念安傻了，我也愣住了，这和当初在裴家的表现完全不同。宋念安以为自己听错了，重新说了一遍：淑怀，是他在欺负我。裴淑怀眉心微蹙，有些不耐：是我们对不起他，就算他说什么你都应该让着他。宋念安想发火，但触及5克拉的钻戒，又硬生生忍下。2种情绪在他脸上交换，变得十分有趣。宋念安最后想离开，被裴淑怀叫住了，跟司锦道个歉再走。宋念安显然忍受不了，凭什么？相较于他的抗议和失态，裴淑怀显然很淡定。你出现在他面前，打扰了他的心情，这就是错。宋念安握紧拳头，连我都觉得尴尬起来，下意识想找借口溜走。宋念安却在这时候冲我道歉：对不起。尽管口气不好，但这件事终究是过去了。我复杂看着眼前的裴淑怀，其实你不用做成现在这样，她毕竟要成为你的妻子。裴淑怀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坐下来沉沉看向我，沉默了很久，他才问道：你过得好不好？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这算什么？出轨后的愧疚吗？我刚要回答，他将手上2杯酒都喝得一干二净，
眼底的落寞藏也藏不住。看你这样，怎么会不好？他苦笑一声，你过得好就很好。然后摇摇晃晃地起身就走了。我看着眼前放置的2个空杯子，一时间情绪惊涛骇浪。付航没有来，我实在饿得不行，就自己点了份吃干净。刚进屋子里，就有个人抓住我的手臂附身上来，他一只脚扣着我的膝盖，浑身都挤压着我，视线昏暗，我看不清对方，只能感觉到对方逼近的强迫和不爽。好在身体被压在墙上后撞到了开关，灯在刹那亮起。是付航，我松了口气。你干嘛呢？酒店的饭好吃吗？带着醋意的味道。我突然醒悟过来，你看到了？付航陷在我的颈窝里，好半天后才闷闷应了一声，而且我还很难受，心底突然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，让我有些想笑，只好用手抱了抱他的脑袋。如果刚才你走过来一起，就知道我们根本没聊2句。再说了，他已经要和宋念安结婚了。付航还是没动，我只好吻上他的耳垂，轻声道：难道你以为我会背叛你？他在我脖子上狠狠咬了一口，又不敢咬疼我，只能装模作样了一下。一个大男人，哼唧道：这我可不知道。那你要怎么才能相信？他突然起来，双眼亮晶晶的，给我生个孩子。2年过去，我和付航还是没有孩子，哪怕他每天都在努力，但还是没有消息。他爸妈从小接受国外思想，对孩子这件事并不着急，倒是我妈急得嘴角都起了好几个大泡。她总觉得是我营养不够，拉着我就四处求医。我每次都被她的言论无语，但还是架不住她一直念叨，说多了也开始以为是2人身体的问题。因此这次他给我在中医那边挂上号，我第一次选择了前往，结果很好。中医说只是心情问题，或许是越想要就越得不到，让我不要那么去想这件事。我让他把这些话转达给我妈，他这才消停下来。但是回家吃饭的时候，他还是忍不叮咛，让我找借口带付航也去看看。我捂着额头，他今天应酬呢，我明天跟他说。妈妈一脸不赞同，都在备孕呢，还应酬什么？烟和酒对伤害最大了。爸爸叼着烟反驳，男人都是要打拼事业的，你看付航年纪轻轻，现在是什么地位？再看看裴淑怀，这2年还在自己家打工呢。话音刚落，他自己也觉得不对劲，咳嗽了2声就起来往书房走。妈妈没好气道：这嘴巴不过脑子就说了。我笑了笑，现在再听见这个名字，我倒没有多少难受，也不会有任何起伏。倒是宋念安，2年了还没嫁给裴淑怀，每次见面她的戒指永远都是在中指。大家都说他们俩应该不会结婚了，但这已经不关我的事了。回到家，茶几上放着营养师给我买好的叶酸等备孕用品，我没忍住叹了口气。第一次那么想念付航，干脆给他发了个消息，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他没回，哪怕我洗完澡再看手机，他还是一条消息都没有。我有点生疑，但也没往心里去。吹干头发后，钻进被窝就睡着了。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过去。没2天，他碰上个兄弟局，结果钱包直接忘记在家。我暗笑他的神经大条，没钱怎么请客？正好手头上没事，就想着给他送过去。他们的包间房号我清楚，门没有关紧，里面传来他们的调戏声：再亲一个，再亲一个。有人鼓掌，有人起哄。我顺着门缝看进去，只觉得浑身冰凉，血液都在倒流。那个捧着女人亲吻的人，正是跟我同床共枕的付航，而他亲吻的对象是他的秘书，刚入职不久的实习生。
他们如热恋的情侣，丝毫不避讳人前的亲密。而傅航在这个女人面前的张扬跋扈，是我从未见到的。还是我们傅总厉害，不仅在嫂子眼皮子底下有个小情人，还明目张胆放在自己身边。傅航嗤笑，点了根烟，烟雾缭绕里，他的脸是这样的陌生。我手死死捏着他的钱包，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原来在极度的悲伤和痛苦中，人的情绪真的会麻木。但他的声音一字不落落在我耳中，他一门心思都在那个姓裴身上。我舔了他那么多年，现在结婚2年，连个孩子都没有，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在偷偷避孕？他吐了个眼圈在那个实习生脸上，然后来了个法式热吻，水声啧啧，让我只觉得恶心。原来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我。我这2年不停吃药，不停内耗，都成了他眼中避孕的证据。他知道我跟他结婚目的不纯，但我没想到这会成为他攻击我的武器。傅航的声音飘然悠远，却像一柄长剑，不断刺入我的耳膜。更何况结婚了以后发现也就那样，早知道就不结了。现在提起来也还算是个念想。实习生娇滴滴道：“那不就成了傅总的白月光？我可不愿意。”傅航哈哈大笑，手顺着腰往上面摸上去。就算他是白月光，也不影响你成为我的朱砂痣。再说，他现在只是个家庭主妇而已。里面因为他的话笑作一团。很快，傅航和实习生粘在一块，两人依偎着往套间里面走去。而我硬生生看完这一幕，才转身离去，毫不犹豫将那个钱包扔进垃圾桶里。傅航是在凌晨回来的，他习惯在客房的浴室里洗干净，再来我身边躺下。我原本以为这是他的体贴，现在想想，他要洗掉的应该是别的女人身上在他留下的味道。他打开灯，看见我坐在沙发上，难得有些慌乱。这么晚，怎么还不睡？我已经很久没那么熬夜了，只是将眼前的文件递过去。离婚协议，你看一下。什么？他连看都不看，直接撕成2半。我不肯离婚，我失去了跟他兑现的力气，疲惫道：就算你把协议撕碎，我这还会有无数份。以后有事就跟我律师交流。傅航脸色发白，我经过他身边，听见他的低喃，有种理直气壮的质问：是为了裴淑怀吗？我停下脚步，他似乎更笃定了。他迟迟没有结婚，所以你心软了，对不对？但他不是因为你不结婚，是他现在还没有资本结婚。难道你以为他还会要你这样一个二手的吗？多亏刚才目睹那一场荒诞的画面，经过这几个小时，我已经彻底醒悟过来。现在他说的这些话，没有一句对我能造成伤害。我只是定定地注视他，嘴角轻蔑笑起。新来的实习生秘书，你用起来舒服吗？傅航脸色一白，你在说什么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有些话我看也没必要说得那么清楚。我不知道裴淑怀要不要，但我一定不会要二手的，尤其是跟别的女人共享。我的话一字一顿砸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他身子颤抖起来，然后是慌不择路解释，但都被我拒绝了。已经知道的事实真相，再解释也只是多余。我和傅航从民政局走出来时，裴淑怀退婚的消息冲上了热搜，结果当事人就在门口。我忍不住眉心一蹙。傅航冷笑一声，他还真是迫不及待，我们才刚离婚，他就迫不及待粘上来了。裴淑怀装作没看到我的冷漠，自顾自迎上来。我先送你回家，还是去吃个饭？傅航跟我相处2年，自然清楚我的抗拒，吊儿郎当将我护在身后。不好意思，我认为他应该没这个心情。裴淑怀低笑一声，
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？傅航，你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。两个男人在我面前剑拔弩张，仿佛一句话说不对就要打起来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们俩任何一个。说着就要打电话给自己司机，让他开车过来。裴淑怀慌了，思锦，我有话要告诉你。我不想听。不，你一定要知道。他不管不顾拉我上车，环境一下变得逼仄起来，里面是一股陌生的香水味道，钻进我鼻子里，有股莫名的刺激。我没忍住打了个喷嚏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裴淑怀用眼神划过我的脸，似乎要打量我的五官。你过得不好，对不对？我突然想起当初最后一次见面聊天他说的话，忍不住气笑了。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。我过得好不好，凭什么由他来评价？我也不废话，你要是只想说这些，那我实在不想奉陪。车内的香水估计是宋念安选的，香的实在冲鼻，让我习惯用淡香的人实在受不了。裴淑怀这才将当年的事娓娓道来。原来他在昏迷期间听到我和爸妈的话，醒了以后，他发现自己确实给不了我想要的感情。当时他是个喜欢刺激的人，不管什么都要轰轰烈烈，但我可以安静地窝在他身边照顾1年，甚至很少发脾气。他不想连累我，他希望我能得到幸福。但是没想到傅航是这样一个人，能干出出轨这种不要脸的事情。他抓着方向盘，好像自己才是那个受害者一样。我因为被突如其来的背叛和退婚内耗的整宿睡不着，也是因为这段感情，我的婚姻也被影响。现在他来告诉我，他后悔了。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？我打断他的自说自话，冷静地问：你凭什么认为离开你，我就能在别的男人身上得到幸福？你又凭什么来做我的主意？裴淑怀一愣，默默地转移了视线。他用手揉搓着衣角。其实你爸妈说的对，我这样的人给不了你想要的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裴淑怀急了。我想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变了。这2年我一直在关注你，我原本想只要你幸福我就能幸福，但是现在看，这和我当初设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不怒反笑，胸口被一股戏耍的愤怒充盈，合着我当初那些痛和悲凉都是因为他的一时兴起。你说你拿宋念安来刺激我，那请问你亲他了吗？你抱他了吗？那些情侣该做的事情你都做了吗？但是这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要不是因为在车里，我应该会狠狠给他一巴掌。你们做了情侣之间该做的所有一切，现在你退婚来追求我，我跟当年的宋念安有什么区别？裴淑怀，你不能这么侮辱我，我是真生气了。这样的男人，我竟然会反抗爸妈也要嫁给他。傅航是不好，但是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相反，这样将婚约视为儿戏，谁还能将他的保证当回事？以后我们最好别见面了，我的生命里还不至于缺男人。我扔下这句话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正好家里司机已经从停车场开过来，我直接坐上车，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街景，我只觉得累极了。不过离婚后分到了傅航1半的身家，我现在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富婆。加上傅航因为愧疚，将公司分红分了1半给我，只要他还在干活，我的账号就会一直有钱。我揉了揉鼻梁，只觉得有种说不出的轻松。或许以后我不会再结婚，也许以后我还会结婚，但永远不可能再是他们2个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
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